国的经济未来只能靠科技腾飞喽。那到底呢？接下来中国经济何去何从？今天带您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中国最近在做什么呢？如果呢你端从最近这个中国政府公布的他们第二季的一个 GDP 的一个经济成长率的数字你就会说，哎呀。惨了，中国的经济你看看就是在下行，而且下行的速度呢可能会像悬崖峭壁一样的陡峭，会觉得这一切好像都完蛋了。但同时间呢，你又看到了，哇哦，现在的中国呢，他们端出的一个 AI 大模型，似乎呢又可以比拼美国，然后甚至呢还可以比美国的成本要来得更低，性价比更高，所以你就觉得很 confused， 你就说哦，到底是怎么样？看这边觉得中国要完蛋了，然后看这个 AI 说哇，中国不得了了，你就觉得天哪，我现在天人交战，我要怎么来看这盘局哦？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好好梳理，到底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状况很像冰火这个二重天一边好热那个 AI 的发展，另外一边好冷那个内需卷得不得了。那现在呢，到底习近平在做什么呢？他现在正在乾坤大挪移，现在正在把中国的成长引擎换引擎，重新的找一个把经济往前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好，那我们现在首先带您来看看怎么个换引擎法呢？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 CEO， 你觉得这家公司不赚钱了，那你会怎么样？你就会开始瘦身，对吧？就开始裁员，就开始紧缩，不花钱。但是呢，习近平现在身为中国的这个 CEO 呢，他选择的一个方法就不一样了，砸钱。大砸钱，他换引擎做 AI， 那同时间房地产呢不赚钱，这个房地产算了。好，所以我们来看最近呢，这个热得不得了的，当然就是 AI 赛道了。那最近呢，又来了一个 Kimi 时刻，这个中国再一次的继这个 DeepSeek 之后再一次的震撼全世界，甚至把这个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都踢下悬崖狂跌猛跌跌入熊市，大家就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好，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发生什么事。好，这就是中国的 AI 的一个独角兽，叫月之暗面，它推出了他们的一个大模型，叫做 Kimi K3。好，那这个呢叫做这个最强的一个模型，它居然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它不用任何的一些这个软体设计不用任何的一个这个 EDA 现在很贵的那种，不用，它就48个小时，它用它最强的一个大模型去运算，它就完成了晶片设计好，而且呢，它用的这个成本呢，大约是 OpenAI 是 Anthropic 这种这个美国最强的一个大模型当中只用了大概60%左右的成本，它就搞定了这样的一个晶片设计了哇，这腾空出世又吓歪这些宝宝们了他们就觉得很 confused， 他说哇，过去你看到这些这个 AI 巨擘们巨头们，他们砸大钱，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然后他就告诉教育大家说，对。这就是一个要砸钱的一个这个产业，我花了很多钱，然后我得到非常多的一个回报，然后以后大家就可以赚大钱。就后来发现说不用中国说我可以做我不用花那么多钱然后呢，我做出来的效果也跟你们差不多所以你花那么多钱，你冤大头，你是白痴的好不好？不用花那么多钱，然后你就看到费半就跌歪了，对吧？就稀里糊涂通滚下来，大家就说你看你那个白痴花那么多钱，然后人家中国只要花60%的钱做到一样的事情，对不对？你看看之前有 DeepSeek， 现在有 Kimi 出现了，所以大家说那个叫做 Kimi 时刻，然后把费半呢踹到了这个熊市底下去了，大家就开始重新质疑说，你们这些AI 巨擘有需要花那么多钱吗？但是也不是这么说啦，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在捧中国或什么，不是的，只是在告诉大家说，其实 AI 好像也可以用性价比来重新的定义它那当然呢，有人讲说你不能这样比因为呢，你看到这个 Kimi 他做的这个晶片设计其实他还是做的是比较成熟制程，它可能是45奈米的一个晶片。那如果说你要真的做到现在主流的那种先进制程2奈米、3奈米，那你可能还是得要
美国这些这个像 OpenAI、Anthropic 这样的一个这个厂商，他做的东西才是最高端。所以呢，所以你不能把它们放在天平当中来比较。但是呢，你的确的要放心上的是，中国的 AI 速度真的发展的非常快啊。即便它不是做到那个最先进制程，但是呢，光是在成熟制程当中比拼，哇！它真的跑得很快了哦，甚至不输这些美国的一级的一些大厂商。好，这是确定的。但是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中国现在还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它一方面承受着美国对它的科技封锁，一方面呢是想方设法弯道超车要冲出来嘛。那你现在看到成熟制程的确做得很好，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突破那个科技封锁的。所以我们来看最近呢，在上海登场了一场叫做这个世界 AI 大会。世界 AI 大会呢，哇，这个习近平他出席了，第一次出席这样的 AI 大会，他发表了一场演说。那这场演说呢，我相信在过去的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常拿出来讲。为什么？因为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定调中美之间，或者是这个东西方之间的一个科技的一个这个赛道当中哦。好，我们来看习近平怎么说。他说啊，他不断提到2个字叫做开源。然后呢，他把他这个 AI 的一个发展，他定义成，他说啊，这个 AI 的发展，人工智慧的发展，那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独奏。他用这个音乐会来形容，他说不是某个国家的独奏，他没有讲美国哈，他就反正就是不是你们美国的事 ，OK？ 好，然后他说这叫做公共财，这应该是人类世界的公共财。他希望人工智慧 AI 可以带领着人类世界往前走，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人类的公共财，而不是某个国家他自己这样抱起来说这只有我会，你们都不可以有，只有我最厉害，你们都不行，他都没有这样子的。所以他不断的提到开源，不断的提到共享。他说这应该是全球共享的一个这个技术才对哦。不能够以这个国家安全，然后呢就用封闭的方式，用独霸的方式来发展，所以他就不断的这样说，要开源，要共享，然后甚至呢，他还成立了一个在这样的一个上海的一个这个世界 AI 大会当中，他成立了一个叫做世界人工智慧的合作组织，然后总共有9个国家就加入了。那同时呢，你就去对比，其实美国他也带领了一个组织，过去人家讲说叫做系盛世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那也30几个国家加入嘛。然后呢，这个又开始了哈，美国有他的一个朋友圈，那中国有他的朋友圈，都是 AI 相关的，但是朋友圈当中有重叠，哈萨克他好妙，他两边都加入了。好，那这你就左右逢源嘛。好，但是你就看到了，好像又开始了，中国现在就用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这是一个全人类的公共财，然后要发展的是开源的一个这个 AI 的一个产业啊。那跟美国带领他的朋友圈做的就是我不要给你们。我的技术不给你们那样的一个比较封闭式的一个这个 AI 的一些这个大模型不太一样的一个走向了哦。那当然未来这不同的一个走向，你可能又一样，跟现在所有的产业又一样，中国跟他的朋友圈们，美国跟他的朋友圈们，未来互相的竞争。但是呢，你看习近平的一个发言是拉到一个高度了，不再是我就是挨打的一个份，我现在已经开始要重新找回在 AI 领域当中的话语权，这是人类的公共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这个阐述它。那当然呢，未来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还会怎么样发展，就看看这个你再有新的国家要来加入的时候，你要怎么选择？你是要选择开源的、共享的，还是你要选择目前看起来在绝对值当中比较先进的美国这个赛道？你各自选择。好，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现在的中国叫做冰火五重天哦。AI 这个领域当中，哇，你看到砸钱，习近平亲自出席，然后呢，你看到了这个发展也很快，走得很前面哦。好，那这是一个你觉得哇，这个光看 AI。觉得哇，这个中国这个国家很强，好厉害，好有竞争力。但是你转头一看，经济怎么这样？最近公布的数据呢，在第2季的数据这个经济成长率中国是4.3%哦。那有人这样定义，他说不装了。
什么意思？以前大家觉得中国的这个官方数字都会美化它嘛，那今年呢，本来的一个中国给自己定的一个这个目标，它的经济成长率是4.5到5，结果呢第二季4.3，不到嘛，对吧？你以前的一个这个中国的官方数据来想，不可能怎么样都要把你写到4.5，一定要达到目标，结果现在是不装了不演了，是不是？结果呢你就看到了实体的一个经济状况，其实现在呢经济学人就给了一些数据说，中国呢从去年到今年，当然有很多这个大环境的因素啊，你看它的出口数字不得了的好啊，史上最高啊！你看到这个出口数字的成长啊，这个中国的一个这个贸易顺差对全世界，哇，惊人，超级厉害的哦。好，但是呢，现在是不是已经来到一个高峰，开始要转折向下了？你看今年上半年的数字，然后一直到今年6月份的一个这个进出口的一个数字，你就会发现那个中国的贸易顺差呢，已经开始到顶，开始要往下折了哦。好，那这代表什么？实质性的这个中国的一个经济呢，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的一个发展，已经开始要往下走。但是往下走，我们刚刚已经告诉大家，习近平现在正在换引擎哦。过去的一个出口呢，你看到中国的出口，当然很多是传统产业啊，那种劳力密集啊，它现在慢慢的要产业升级。然后呢，你的那个出口数字开始往下掉，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进口数字在成长。中国有非常多的一些科技的一些这个零组件啊，比如说像是 AI 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啊，它必须要靠进口的。那进口这个也开始成长，因为中国现在要发展科技嘛，进口成长了，这个数额比较高，那你难保你整个进出口你的贸易顺差就会开始往下降的。好，这是一个大家观察的指标。另外一个呢，你要看到的是中国现在面临到的经济上的一个困境在于它有多重压力哈，一个呢叫做出口在放缓。因为进口多了嘛，那出口的状况一样的话，那出口在放缓。再来一个就是人口的老化，再来一个人口老化，我们这个插个嘴哦，人口老化会造成中央政府呢它的一个财政负担会高的，必须你要补贴这样的一个老人家，然后各种的补贴嘛，所以呢这个人口老化是一个压力。再来一个就是它的内需疲软，其实从中国在 COVID-19 疫情的时候，你看到它的一个封城，然后一直延续下来，房地产的一个非常的低迷哦，所以呢导致中国人不是没有钱哦，其实他们的钱放口袋，他不花的哦。为什么？一个是他觉得担心年纪大了，政府对于这个老年人的一个补贴好像不够，那我的退休怎么办哦？所以大家会这样担心。再来一个就是所有人都告诉你中国的景气不好，这个财政非常的低迷，所以呢大家钱都要囤起来哦。我们这个中国人华人哦，跟这个西方人就不一样，西方人都月光族，反正我赚多少钱花光光没关系，反正到时候老了怎么样，烂命一条，国家你养我不养我就上街头给你抗议去，对不对？好，那这个华人不是的，华人我们会你知道，对，你要存钱，对不对？我要为我这个以后着想，我要留给我的孩子，对不对？有很多想法的哈，所以呢，大家都是那个你知道保守的一个这个理财观，所以呢，很多人这个存了钱放口袋不敢用啊，所以呢，你就看到了那不敢用那恶性循环啊，我就卷起来了，对吧？我们就你也不用，我也不用，那店就倒了，对不对？那店倒了之后，更不敢用啊，我失业啊，对吧？所以你就看到现在啊，这个中国的内需的一个经济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所以这些多重压力呢，就会导致现在呢，中国可能接下来要降息了，因为呢，你要有财政刺激啊，但现在呢，中国的钱花哪去了呢？去推 AI 啊，那个最先进的科技啊，这个习近平在换引擎啊，我要未来呢要把本来内需市场还有房地产能够刺激的经济换到这个科技 AI 这个赛道去，换这个引擎去拼经济啊。所以你看到了现在啊，中国是把钱花在这个科技这个领域当中，但本来的那个赛道房地产啊内需经济现在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哦。那于是乎呢，就会呈现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个所谓冰火五重天的一个状况了哦。那当然呢，你要换引擎，哇，大工程，现在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阵痛期。如果你真的成功换过去的话，
当然超棒的，可以说啊，这个叫做这个重新插上翅膀，让中国的一个经济再度起飞，用 AI 用科技带领着这个中国的经济起飞。但是如果换过去换不成，或者是你看到现在阵痛期，很多人还在本来的赛道当中，本来的引擎当中，对不对？很多人困在这里出不来啊。你说我本来买了房地产的，我本来想说我靠房地产翻身，结果你突然间这个房地产这么低迷，那我就卡住啦。你说我要再赶快去追上那科技的一个进展，那也很难啊，对吧？这是国家高度的哦。好，所以我们现在阵痛期换过去，那换过去成功，当然一切就非常美好。但换过去如果不成呢？哎呀，这个中国可能要迎来这个史上啊，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不得了哇！天大的天翻地覆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经济危机了哦。好，所以呢，现在呢，中国正处于一个又是赌国运了，对不对？你要换这个国家成长的一个引擎，哇，很辛苦啊！怎么个换法？现在呢，努力的压注在这个科技，在 AI 领域。好，那当然希望它成功了，对吧？但是呢，就来看看。到底呢，这个 AI 赛道啊，到底呢有没有办法啊，跟这个西方国家用科技来比拼啊，能不能够成功的换过去啊，腾笼换鸟，换一个更厉害的一个成长引擎？那我们就继续观察喽，不是没有机会，是有的。你光看从 DeepSeek 到现在的 Kimi 时刻，它是技术上面。的确是有一个力搏的一个这个力道在的，只是呢，就要看看这个西方打压的一个力道，跟中国的决心，以及中国现在的地方经济撑不撑得住了，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好，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一些这个数据咯，然后呢，希望让大家看看啊，这个目前中国的一个经济状况大致的一个轮廓是如何。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